孝顺这个词背后好像隐藏着很多潜规则。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呢，还有过那种给父母洗脚的活动。我说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不孝顺呢？嗨，我是林卡卡，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一点叛逆的话题，就我决定不再孝顺父母。What？ 不知道你这个时候会不会在想，天哪，这个人好可怕，做他的父母也太可怜了吧？别急着骂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为什么我会做出这个决定，以及他是如何让我跟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健康、更和谐。那我们快开始吧。我认为传统孝道是一个枷锁。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些话哦？父母养你不容易，长大了之后一定要孝顺。你爸妈供你读书，你一定要好好回报他们。从小到大呢，这些话其实就是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地套在我的头上。尤其呢，本人小时候是在山东，也就是孔夫子的故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道简直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学校里面呢，还有过那种给父母洗脚的活动，来表达你对父母的孝心。我非常庆幸我们班当时没有参加啊，不然我可能会尴尬的脚趾抠出31丁。但是当然了，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呢，我就很自然而然的觉得孝顺父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我长大之后呢，我慢慢的发现哦，孝顺这个词背后好像隐藏着很多潜规则。那孝顺嘛，拆开来讲，一方面是孝，你要对父母好啊，用心的来照顾，各方面安排的妥妥帖帖。那另一个就是顺，父母的要求要听，父母的建议要采纳，父母反对的东西要拒绝。哦，那边有一只猫哎。父母的心思要猜对，这很奇怪哎。这其实是在亲情上面加了一层阶级关系。要达到孝顺的要求，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不是单单的把他们看作父母这么简单，同时呢，还要把父母当成领导、当成上司，才是一个合格的大孝子。有点道理啊。那为什么我决定不再孝顺呢？我并不是不爱我的父母，也不是不想照顾他们，而是通过上面的论述发现，传统的孝道观念很多时候是一种单向的，甚至带有压迫性的要求。它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是自己的，而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而存在的。比如非常著名的养儿防老观念，就带了非常重的利益色彩在亲子关系里面。有一次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不孝顺呢？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身边，那我就非常不孝顺。跑到了地球的另一边，然后在这边工作生活。我妈当时的回复我真的现在还记得，并且真的振聋发聩，非常震惊。她跟我说，那我肯定是希望你在我身边啊，看见别人的孩子在身边我也会羡慕，但是我没有办法要求你为了我跟你爸爸而放弃你自己要发展的路。你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想要做什么，而我的老年生活，我的养老啊什么的，其实是我自己的责任。当时我真的是蛮震惊的，就对我妈肃然起敬，妈，你牛。因为我转过来想，如果是我以后有小孩，当然我老了之后我是会想要他来看看我，但如果我是需要他牺牲自己的生活来照顾我的话，那我肯定是不愿意的。所以通过这个方向来想的话，我妈的说法还是蛮有道理的哦。当我决定不再把孝顺当成任务之后，
我就开始重新思考，我跟父母的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是上下级的服从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就好了？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发现，哈佛大学健康的亲子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的服从和牺牲。此处是指，即使是父母对你是单纯的服从和牺牲，这也是非常非常不好的，这也是不平等、不尊重的。那现在呢，我跟我父母其实更像是彼此信赖的朋友，我们会经常视频电话啦，会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会一起去讨论生活中的难题，但不会再有你必须听我的，我说的是对的这种压迫感。像我现在在英国工作生活，他们在老家有自己的朋友圈和生活方式，我们都觉得这种关系更健康、更轻松。那有人可能会问了，那你不管你父母他们老了怎么办？我现在的答案呢是爱和照顾，它跟孝顺是不一样的。就我很爱我的父母，我也会想尽方法去照顾他们，但这不代表我一定要孝顺，就一定要按传统的孝顺的观念才是对他们好。我会关心他们，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但我不会再把这当成一种道德绑架来一直不断的约束自己。其实亲子关系真的很值得去思考。作家龙应台在他的《目送》里面说过，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所以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注定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所以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像孩童时期是天天跟父母黏在一起，我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会更注重跟父母的情感连接，而不是一定要形式上的孝顺。比如我会经常跟他们视频聊天啊，分享我的生活，我们也会互相问你最近有没有学什么新东西啊，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人生感悟啊，可以互相分享。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孝顺而放弃自己的人生选择。OK， 那以上就是我决定不再孝顺父母的心路历程。你觉得孝顺应该是怎样的呢？你认为跟父母的关系如何才是健康的呢？来评论区告诉我吧。那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有帮助、有价值，别忘了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